F-15E被击落，刚刚升级的最先进的电战系统，它虽然不是隐形战机，但是它先进的电子的能量，照理由来讲，应该是可以有比较多的及早的反应。如果预警能力受到灼伤或者是说退步的话，那就有可能是因为对方发射的角度是多重的，所以你有所疏漏。美国会不会在自己认为拥有全面空优的情况之下，在战管比较放松了？美以联手打伊朗呢，已经超过5个礼拜了。但是呢，现在是不是陷入了让美国陷入一个打不赢又离不开的局面呢？我们来看到美国总统川普啊，他在这个礼拜其实最受到全球瞩目的，就是在4月1号他发表全国演说。原本外界是高度期待，想说这个伊朗战争大概是不是有什么时间要结束了？但川普却说呢，未来2到3周要加大打击。他说要把伊朗打回石器时代，也暗示呢，如果伊朗领袖不受这个协议的话呢，那么美国将会袭击伊朗的发电厂等能源设施。川普的全国演说啊，重点媒体也帮他们整理了一下，他不但强调了很多的战果，包括呢美军已经摧毁了伊朗的海军跟空军，然后呢重创了伊朗的弹道飞弹核计划，未来2到3周内将会加大攻势。可是呢，什么时候要结束？只是说任务接近完成，没有明确的说这个战争什么时候会 ending 啊。那另外呢，升级的风险呢，也说如果伊朗不接受谈判条件，可能会攻击，就刚刚讲说能源或者是石油设施。好，另外荷鲁兹海峡的部分也没有特别的说明说会在什么样的一个确保安全的情况之下退出。种种的这样的言论呢，本来一开始在演说前呢，大家是高度期待，但是看完了演说，觉得好像说了就是说了。好，那么伊朗当然也没在怕，就是川普提出了这样的一个说法以后呢，他们也最新宣布啊，击落了一架美军的战机，目前已经知道是 F-15E。我们等一下要来特别讨论一下。在川普的最新发文当中啊，我们可以看到，他说只要再多一点时间，我们就能够轻松的让荷姆兹海峡重新开放，掌控石油，并且大赚一笔。不过要加大打击，胜券在握，这样的姿态真的是如此吗？伊朗当局已经驳斥了这种说法 ，CNN 更是报道说，美国自己的情报机构评估都显示，伊朗目前仍然有1半的导弹发射装置完好无损，而且保存了这个数千架的自杀式的攻击无人机。Time 时代杂志呢更报道说呢，时间正在一秒一秒的耗尽。川普担心一场旷日持久的冲突，这会拖累到共和党进入到其中选举啊。对川普来讲，这个年底的选举还是非常重要的。好，我先请教黄老师啊，这个介正老师，从最近伊朗还在反击，刚才特别提到打下了一架 F-15E啊，超过90波回击。你先评估一下伊朗现在的有生战力。F-15E啊，是服役很久的 F-15这个英式战斗机中间最新的改良版。对，在过去几年是让美军决定不让它退役，让它升级的一个重大决定。那现役还有刚退役的很多美国空军将领都是 F-15E的这个战斗机的驾驶员，所以他们在支撑上、政治上支撑上啊有这个力道。所以 F-15E被击落，对我们来讲的话，就是刚刚升级的最先进的电战系统，或者是反 F-15E 对 F-15E 反辐射或反电侦的这个系统，为什么会如此啊？它虽然不是隐形战机，但是以它先进的电子的这种能量，照理由来讲，应该是可以有比较多的及早的反应。对，如果预警能力受到灼伤或者是说退步的话，那就有可能是因为2种因素，一个就是对方的发射的地方或侦测的角度地方是多重的啊，所以你有所疏漏。另外一个疏漏就是因为川普总统也讲，摧毁了伊朗的海军。而且几乎掌握所有空中力量。对，换一句话说，美国会不会在自己认为拥有全面空优的情况之下，或者是全面制空啊，所谓 command of the air 的情况之下，在战机的派遣或飞行的高度上面，战管比较放松了，
觉得说他们应该没有办法。这至少证明一件事：伊朗现在还有打的能力哈，并不是毫无还手的这样的一个能力。没错。那当然，这个5个礼拜都过去了，还是没有结束哈。当然，美国先前强调说要打击伊朗的，尤其是他说他的战略目的，这次打击目的就是要把这个伊朗的核威胁给全部挪除啊。但是目的都没达成。那接下来大家在想说，川普是要找一个什么样的台阶下呢？精神式的胜利法吗 ，Ross？目前很明显，川普不是做你刚刚说的什么胜利精神法，现在集结大军嘛，所以目前就继续打了，那看看伊朗会不会愿意谈条件啊？因为不能说伊朗是没有受训了，不管是军方、经济等等基础设施。都有受到很严重的伤害，那不然过去5个礼拜的美军跟伊军的空袭是没有任何影响，这也是不可能了。所以当然是对伊朗有很严重的影响跟后果了。所以我认为川普今天啊，那明天不知道，川普。他的想法，我们只能就今天做评论，对，因为他每一天可能就是要看这个小时而已啊。对，今天这个钟头而已。对，但是好像目前他的想法是，那我继续打了，我伊朗已经给你机会了。我给你机会谈条件，我没有说我要推翻你的政权，虽然口头讲，但是我个人认为，搞什么颜色革命或推翻政权不是川普的最重要的。你在节目当中曾经分析过哈，说你觉得还是会发动这个地面攻击，只是说它的规模是大或小哈。当然现在集结了大概就是有5万名的美军哈。看起来这个动作似乎是要有发动军事行动的前兆，不过是不是会打一波比较大的，然后呢就宣称达到了这个目的，已经胜利了，然后美国就抽手？地面的动作，我还是认为川普会尽量避免了。所以小型，比如说大家都有讨论过这个 Khark Island，可能性是很大的。但是比如说占领首都，不可能。他有看过太多，不管是阿富汗、伊拉克的美国的经验，他是怕这个政治责任，所以他真的是不想，甚至不敢了。但是我认为，那为什么没有开始进行这个地面的动作？还是想给伊朗机会谈条件，而且我真的认为，不管怎么样，不管演说什么或其他的因素，美国战绩被击落等等，对川普来说还是有2个重要目标。哪2个？那是核武跟远程导弹。那只要伊朗在这2方面谈条件，那其他的东西其实是很容易谈。目前为止已经5个礼拜了，这个目的都没有达到啊。我觉得这个是显示伊朗领袖耐打有多 stupid，不管是原来的或新上来的，真的很笨。他们一直伤害自己人，一直伤害自己国家。他们真的有机会跟其他的国家，包含美国，有正常关系、正常贸易来往等等，一直拒绝。我还是认为错是在他们的决定权是在他们的手上。OK， 战斗持续，但是除了伊朗有伤亡以外，美国也有战损哈。所以裴博老师怎么看？因为刚刚特别提到说，会不会真的发动一次比较有规模性的，然后象征性的胜利，然后呢正好有一个退场机制？您觉得？其实川普似乎有一些暗示啊，就是他在前天大家觉得就是一直在重复的那一些演讲里面。他说了，未来2、3周会有一个毁灭式的攻击。对啊，特别是如果伊朗不答应美国的15点和平协议。好，那我们先假设伊朗就是不理这所谓的15点和平协议好了。那确实会像您刚刚讲的，有可能美国就进行一个更大规模的一次性的攻击。打完之后呢，他就说，我现在列的这些军事目标大部分都达到了，因为你可以看到，伊朗到现在没有把它的这个核武的能量展现出来。所以，就算伊朗有，而且美国没有把它移除掉，对，但是美国可以说有啊，因为没有人会知道，美国说有就有啊，对，因为没有人知道伊朗到底有没有被移除掉核武能力嘛。海空军确实，伊朗似乎只剩下一些非常老旧的飞机，说是一些小艇或者无人艇，就这样子了，也可以。然后政权更替，川普已经讲了，哎呀，没想到他们这些一开始的第1代领导人都已经再见，现在都到第3代了，他们比较温和，比较理性，所以政权也更替了。所
所以川普只要一次的大规模的攻击之后，他确实可以说目标达到。你看我们现在大致上都已经做到我们之前设定的，所以呢，伊朗他也没有什么反应的话，他也不回应的话，那就达成目标了，就伊朗就无条件投降了啦。我说你无条件投降了啦，你就投降吧。然后美军就可以撤走。所以这个剧本确实是有的，因为如果川普什么都没有做，然后兵力摆在这边，最后走了，说好了，我们就不打了，我已经赢了，赢麻了。那这样子的话，似乎会让人家觉得怪怪的。所以或许最后还是有一波大规模的攻击。是，这不是精神式胜利法吗 ？OK， 好。但我要问的是说，因为美军向来引以为傲就是空袭行动，大规模的空袭啊，但是是不是这次也这么的奏效？因为 CNN 进一步的揭露说呢，伊朗的导弹发射装置啊，之所以没有受到完全的重创呢，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具备可以转入地下隐蔽的能力。还有呢，就是伊朗利用这个移动平台实施打了就跑的战术，所以让美国跟以色列啊要追踪这些发射装置非常的困难。还有看到这个伊朗的半官方媒体啊，法斯通讯社在3号有个最新报道，他们说呢，伊朗击落了第2架美军 F-35战机，但是 CBS 转述了五角大厦的官员，他们的消息指出呢，确定是有战机被击落，但是并不是 F-35，而是 F-15英式战机升级的打击鹰啊，就是 F-15E，我们刚刚一起提到的。好，外电呢，《华尔街日报》也说呢，确实证实了 F-15E 被击落。那伊朗的这个官方呢，那根据 AP 啊，美联社他们也说啊，伊朗现在在找这个驾驶员，因为驾驶员弹跳出来了，现在所有人都在要找把这个驾驶员抓到。好，那黄老师啊，接着老师，空袭啊，现在也面临到必要的战损，就是在这一次 F-15E 又被打下来以后，哈，大家看到的一个现象 ，F-15英式战机升级版遭到击落，对于美军的警讯，刚刚你也特别提到了 F-15E 的这个部分。这个警讯啊，不是这个一架飞机被击落的警讯，这个警讯是它 F-15E 升级版以后的电子干扰能力有没有办法应对来自各种不同波段的侦测，就是说它的反制系统或者是早期预警系统能不能够知道？所以这一点是我觉得算是当做一个教科书吧。可能因为美国的全球就这个 F-15E 啊的这个升级版是蛮全面的，现在还有很多在服役，甚至台湾还有人讲说我们下一代战机可以想办法去争取。那现在回过头来讲，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可能这个有一个类似典范移转的，换一句话说，就是我们以为我们打掉了所有伊朗的防空能力，而他们在电子侦测的这种面向上面，可能是遍布很广。对，那并没有完全被摧毁，它保持了一定的侦察能力，而且它还可移动。对。那么这个东西可能就有外力帮忙，因为也许他自己要依靠其他的，不完全是地面战，有可能有卫星啊，或者是其他的低轨卫星或者是太空卫星，给予它的数据，让它能够去侦测。对，而刚刚提到重点哈，有外力的协助哈，但这个外力到底是哪一个国家呢？啊，当然现在除了这个战争持续进行哈，因为川普特别强调说未来2到3周要强打猛攻哈，但国际上还是有一股劝和的力量。我们要看的就是中国大陆哈，因为中国大陆外长王毅2号他跟沙烏地阿拉伯的外交大臣费瑟通了电话。王毅表示呢，伊朗战事延宕，冲击到海湾国家的安全稳定，中方相当关切。而荷姆兹海峡的通行问题呢，也是这场战事的外溢表现。他说，只要战事不停，海峡难安。同一天，王毅也跟德国外长瓦德福通电话，他表示，中德2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应该尽快的推动平息战火，恢复地区的和平稳定。那么，《经济学人》呢，深入访谈了中国大陆的外交核心圈，就拼凑出了北京最近针对伊朗局势的潜台词。这个潜台词是什么呢？当你的敌人正在犯错时，千万不要打断他。所以现在犯错的是华盛顿啊，那对北京来说是一个难得的机遇吗？又从这个机遇当中如何把握，去得到什么呢？大使，其实这个《经济学人》这种讲法，好像这是大陆的学界的这种看法啊。这个好像把话塞在人家嘴巴里的样子。对啊，
我是觉得，其实你说中国大陆这个会从这场战争中获益啊，这个是不确定的。那可是中国大陆会不会因为这场战争啊，付出这个代价啊，也受到影响？那是确实的，而且正在加强当中。所以我觉得这个讲法就变成就是说，自己的想法硬要说是别人的想法，现在这些什么著名的这些媒体啊，西方媒体都很奇怪，都不具名。你说谁讲嘛？就没说，要不然就是说高层，因为美国也是高层。然后又各一群什么官员都是这样子，而且都是很知名的这些媒体，我觉得他们在把他们自己的这个所谓的可信度啊，正在快速降低。那可是会不会有影响？可能会有些人受影响。不过我听到这个讲法，我就觉得很可笑。对，为什么我说中国大陆其实在这场战争里面，它也会要在外交上积极啊？因为事实上的话，中国大陆有50%的能源啊。进口能源是从这个荷姆斯海峡那边运出来的啊，对，你说没有影响，不可能的。虽然说有3艘船，中国大陆外交部这个说有3艘中国的船只已经从荷姆斯海峡运出来，3艘那要跟平常那比起来那差太远了。而且这场战争事实上的话，它现在不是朝着就是荷姆斯海峡的问题发展，它是直奔这个整个海湾地区，包括伊朗它的油田，它的炼油设施发展啊，那个东西现在是这个还没有进去正式开打，真的再往下一轮的话，如果无限度升高的话，伊朗的这个油田还有炼油设施会被受到攻击，那相反的，伊朗一定去打这个反击这些海湾地区，所以这件事情对中国大陆来讲，这个可能要付出代价是越来越高。那除了中国大陆之外，德国也一样啊，对不对？那还有更不要说，还有这些欧洲的很多大国啊，还有呢，更不要讲日本、韩国，大家都是在一艘船上。那当然，以论影响力来讲，中国大陆是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然后呢，跟这些国家基本上都没有冲突跟纠纷，这是中国大陆现在外交上，所以它的空间比较大的原因。中国大陆一向是用这些外交的手腕、交涉的方式来解决国与国之间无法避免的这种矛盾的，所以都没有像美国一样，就是说最后都兵戎相见。所以这个过程中，中国大陆，你看这个德国，你要看王毅是应邀啊，回电话、接电话，德国找中国大陆，那所以现在找中国大陆的国家很多，对中国大陆本身，他们也知道中国大陆在这里面有它的这个筹码在里面。没错。所以呢，这个我认为是中国大陆现在可能会扮演越来越积极的角色。对，但至少由此可见啊，就中国大陆在欧洲，还有包括特别最近德国之声也有一个分析啊，就是说在东南亚国家，因为现在东南亚国家因为伊朗的关系，这个也虚有恐急啊，但赶快的出面能够有办法来做调停的话，劝和，赶快的谈，让这个事情赶快落幕的话，对于中国大陆在东南亚的影响力呢的增加也是有所注意。军事行动呢已经第3周了，那马上新的一周呢就要进到第4周，打了就要快1个月了。现在到底进度是如何呢？现在这场战争的关键点是在荷姆兹海峡，究竟这个荷姆兹海峡的控制权会落在伊朗还是在美国的手上？那么在川普呢对于各国护航态度表现得非常的消极啊，表达很不满之后呢，我们看到过去1周啊，那包括了日本跟欧洲国家，都发布了这个共同声明啊，他们说已经准备好为确保海峡安全通行做出适当的贡献。但是这个适当贡献是什么样的具体行动，没有进一步的详细内容。3月18号到21号，我们看到了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完成了他就任以来的首度访美，并且跟川普举行会谈。而美日领袖峰会全球关注，当然这因为不只是跟美日相关啊，还跟目前的中东局势发展也大有关联。那
那么川普跟高市在见面的时候也发生了一段小插曲，也被国际新闻大做文章。那因为呢，川普拿珍珠港事件回答媒体询问说这次奇袭伊朗为什么没有告知盟友？结果呢，川普就说当年日本偷袭珍珠港不也没先告知吗？好，搞得这个在现场的高市早苗很尴尬。那全球媒体呢也就以此作为标题大做文章。但是除了这个插曲之外，我们要带您来看的就是真正的关键是在于川普当面向高市点出了一个问题，就是呢，他说从日本来看，就日本的角度来看呢，有超过90%的石油都得通过荷姆兹海峡来运输，这也是为什么日本应该挺身而出的重要原因。所以我们就看到了，刚才也提到了，那包括了日本、英法德、意大利、荷兰等6国。发表了联合声明，说已经准备好为确保海峡安全通行做出适当贡献。可其中这很吊诡的是，这个具体贡献到底是什么？因为大家现在关心的是6国会不会参加美国所谓的护航行列呢？聂老师，那个6个国家就是我们 G7 少掉加拿大嘛，大家都知道美日英德法，意大利、加拿大不见了，荷兰，当然荷兰也非常依靠美国了。我想这非常有趣，大家都知道荷姆斯海峡短短的33公里卡在那边，你刚提到的问题，到底谁会是控制权？非常清楚，当然还是伊朗，没错。但不管怎么说，你美国军事再强，各位也要知道，川普一开始都觉得1天4天就可以打倒人家，就可以把人家震威了。结果到现在发生了什么事？很清楚。几乎美国霸权上中都会被敲响了，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危机，也就是这个战争打得非常有趣。好，我们再来讲一下，因为大家都知道，全世界不管天然气、原油，都从这个荷姆斯海峡这样子船运出，不管你讲说它几分之几，或者哪一个国家，像日本90%是又靠这个地方来，或者全球的最少1/5都从这里通到。所以它封掉这个，就会对全球整个地球上的经济命脉产生一个勒喉战。这时候当然点这个国际超商把它烧火的这个国家，他理应自己负责。大家都知道，就是 United States。不过重点来了，这个霸主很厉害啊，他说我自己有超商，我烧掉它，但是我不靠他，你们去救，你们去救。他开始不止打代理人战，所有的盟友都要拖下水。可他还是有霸权，他真的叫一一点名，你们去帮忙，去帮忙。连他最大的敌对的中国都说你也要帮忙，因为你也靠他。他把人家烧了，自己不去救，叫别人去救。中国大陆现在看到是不为所动。对，但是当然不为所动，因为很清楚，伊朗其实对中国绝对不会不友好。没错，非常清楚，每一天138艘，人家的计算进出里面最少还是有5%左右，每一天有5到7艘里面会通过。各位去分析过了，短短的20天，请问通过哪些船？全部挂着伊朗国旗或者跟伊朗有关的，比如在德黑兰运售石油被美国制裁的，这是我们就要反制裁的，这些我会让你通行。这是占一半，另外的2种就是挂着中国国旗的，或者印度有它特殊目的需求的。伊朗会有眼睛的。我先讲一下，伊朗这个国家也是一个文化底蕴非常深的，不像美国只有200多年了，1776年建立到现在，从居鲁士大帝建立波斯帝国到现在，不管阿米利亚或波斯这个所有的什叶派，请问他们是靠什么生活？靠他的强大的民族精神以及神权精神。这个主义结合被你一打，连那种反原料靠西方喜欢西方制度人都开始集中的。你把我的真主打倒了，你萨哈米尼不重要，他那个会化身到其他去中心化，所有的都变成领导人，谁来支我们都可以，就是要打我们真主的这一个。我觉得现在伊朗就是这样的一个情绪起来了，对，所以他是不是有办法控制这个勒喉战？当然就是，但是虽然他的武力军力不急于抵御美国，但是美国现在非常清楚，不是打不赢，耗不起。是，聂老师，他一定拉回到这个关键点，就是说我们在讲说荷姆斯海峡因为包括日本在内的6国发表了共同声明他们是不是要创造一个，也是美方的一个想定，就是要创造一个所谓的自由航行的定义？我在这地方自由航行，所以呢，你伊朗如果打我的话，你就是与6国为敌，包括应该说7国，包括美国在内。但是我现在这样讲，人与人之间是互动的，国与国之间也是互动，这是情绪互动。我刚刚提到了中国，提到印度，提到跟伊朗相关的国家，为什么他们可以走？请问其他的国家，不管美日印法、意大利或者荷兰。这些国家是需要你好好对我，我可以跟你玩。对，我有我的 demand， 我有我的 want， 我有的 desire。我想他的需求，他的想要，甚至他情绪想要被安抚的，你们这些国家要不要配合我？你是听美国的，我绝对还是跟你打到底。但是如果你稍微的告诉我们说，你们是想跟我们友好，你并不是把我们当作恐怖分子是要攻击我们，而是只是想要在经济命脉维活，我们可以让你自由通行，但是重点是这个老美，你打了我，最少老美你要稍微退步一下，这就我刚刚讲美国的这个霸权上中，因此
他必须稍微的软弱一下。如果川普还是那么大气，用交易的艺术，动不动威吓、用霸权，甚至下面用一些骗术的话，伊朗我觉得他也就不会平息，因此他一样跟你应战。因此我觉得是沙盘推演要看这些国家想要走这个自由通行的自由航道，他们有没有办法能够满足伊朗的需求，这是最重要的。OK， 6国发表这个共同联合声明啊，说会在做出适当贡献啊，但是具体内容是什么，并没有讲清楚哈。有一点感觉好像是在回应这个川普好像打太极拳一样。当然，这个川普呢最新的社群发文也强调了，就是说这个跟美国没有关系了。现在又讲了现在又改了，就是荷姆兹海峡跟美国没有关系，因为他说维护荷姆兹海峡安全责任日后应该是由仰赖荷姆兹海峡这个航道的国家来扛起来。强调美国因为用不着荷姆兹海峡，美国自己就有石油了，所以不必负责巡逻保卫啊。而且呢，他也特别强调说，美国已经非常接近啊对伊朗当初发动这个军事行动的目标。好，那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因为拉回到看这次高市早苗去访问美国，然后呢跟川普见面日方呢在这个会面之后，那也宣布呢要对美国展开第2波的投资计划，总金额超过11兆日元。那未来的这个投资计划是要投资在美国呢，要新建次世代核能发电厂，也就是俗称的 SMR 小型模组化反应炉，还有燃气发电厂，还有呢，这项投资计划呢是被写进到这次的共同声明当中的。具体来说这新一波的投资计划是包括了一项高达400亿美元的投资项目。那计划呢，在美国田纳西州、阿拉巴马州新建小型模组化核子反应炉，就是 SMR。还有在宾州、德州投资总共330亿美元来建设天然气的发电设施哈。好，那所以说这个我们讲到说这次的美日高峰会我们先从经济层面来看先前因为关税的关系，在去年美国跟日本达成了贸易协议。日本呢承诺说对美国投资5500亿美元，但现在呢又进行说第2波的投资。姜老师怎么看特别是在核能发电上的新项目，对于美日各自来说，您觉得产业的意义跟战略的意义各自是什么 ？OK， 其实我们这个题目可以分成几个地方，几个部分把它拆解就是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去宣布这一个事情？那其实就从伊朗。美国去攻打了伊朗之后，发觉说，其实，在能源韧性上、经济安保问题上，其实跟我们过去以往所有很多的经验，其实都已经，不能用以前的方式去推论了。那我们再回到说，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去宣布，要去投资？很大一部分，其实，各位可能再回到前一阵子，在高市早苗。选举的时候很难得的，川普竟然去帮他做助选。对，那反过来的，是不是差不多高市早苗也应该是要投桃报李？我们这样讲可能有点邪恶啦。那你去看他设的那些州，应该是有4个，是有田纳西、阿拉巴马要去设 SMR， 那在宾州、德州也要去投天然气的发电基础设施。那有投钱就一定会带动就业机会。那这样是不是就会去让整个选情在美国的选情会好一点点？就等于帮助川普助选之类的。那再来的话，其实就变成说从可能是一开始就变成说可能是虚无缥缈的一种方式去做合作，那变成我投资进去之后，我人就跑不掉，就变成说我可以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这样子。那再来就是刚提到的 SMR。那 SMR 的话，在日本其实应该很多公司有在做，但是对，因为日本有经历过福岛核灾，那所以在日本在推动的时候多少会遇到一些难处。那其实也可以借由在美国投资的这个时候来去做练兵。那练完兵的话呢，它最近因为其实 AI 的用电需求也变得比较多，OK， 那所以呢，我可以边解决技术上的问题，那边解决 AI 未来可能用电的问题。那其实我觉得它是慢慢去解决目前的问题。那再来，其实大家可能忽略的就是说，这一次其实有签一些文件在关键矿物的部分。那其实这个就慢慢从能源问题变成关键矿物问题，那其实也会影响到电动车，影响到半导体，那甚至一些其他的未来可能
美国或日本的战略布局。OK， 高市早苗这次到美国去啊，当然也有人就在分析。就看到说这次的 timing 似乎抓的不是很好，谁也没想到会发生这个伊朗这样的一个战争哈。可是呢，你可以感觉到他是有备而去的，因为刚刚特别提到说他还带了这个投资，就是第2波要投资美国这样一个计划。当然，是不是也是因为他在去之前也想到了川普有可能会在我们刚刚讲的那个护航上面呢，给日本一些压力哈。好，那根据这个《卫报》呢，引述了随行记者报道说，高市早苗呢。他在会后被问到说，川普是不是有私下要求他派遣海上自卫队舰艇协助重新来帮忙开放这个荷姆斯海峡？高市就表示说呢，他有向川普说明，日本向海外部署自卫队的能力，目前仍然受到2战以后啊，由美国为日本制定的宪法，和平宪法所限制。另一方面呢，日本现行的法律啊，确实是可以，就是允许可以派遣海上自卫队舰艇来执行执法性质的任务。比如说，在2009年呢，当时就曾经参与了索马利亚外海这个反海盗的行动，不过那是执法，但并不是参与军事行动啊。那现在还是禁止首相命令相关舰艇投入作战。所以关键点就在于说，任务是以执法为主，而不是参与军事对抗啊。那高市早苗呢，当然免不了还是要谴责一下伊朗攻击周边国家以及封锁荷姆斯海峡的行为，也呼吁呢伊朗立刻停止相关的行为。他也透露说呢，日本方面已经透过外交管道跟伊朗沟通，希望能够降低冲突风险。好，问题来了哈，就是日本如果真的是派出他们的自卫队的军舰去护航，不管现在是不是真的会这么做。名义上就算是海上执法，可是有一个状况是，如果在执法的过程当中，日本的军舰被攻击，那是不是要还击？如果要还击的话，这不算是军事行为吗？那这个会跟我们刚刚提到的日本在战后所受到的这和平宪法的这个限制相违背吗？温家老师你怎么看？其实这是川普呢，他是希望这个日本呢也能够在这个波斯湾能尽点责任嘛。那我觉得，而且他认为日本要负很多的责任。对，那当然啦，其实现在随着这个整个区域安全的一个局势升高啊，那川普是希望美国日本尽多大的责任，因为不是只是消极的这个所谓和平主义者，你是要积极是要去出钱出力啊，来办这个事哦。那当然，川普他要的现在是你讲的，就是希望你日本的责任要加重，他也这个宪法的考虑，他只是其次，虽然也重视，因为从战后1945年到现在啊，这80年来那基本上这个日本一直是以美国的意志为一致啊，因为就你讲那个1947年5月3号行宪的是美国帮他制定的。用1个礼拜把这个宪法制定了。那因此呢，我想这个现在川普的核心的关切是盟友要不要出力，日本要不要出力这个部分。那其他部分你高市早苗来处理。那现在高市早苗他也讲过，他这个基于宪法第9条的限制，不能海外去这个所谓的作战嘛，作战。但实际上，他们这个部分安倍晋三在任的时候，他2015年的已经制定了他们叫新日本安保法，它里面有3个事态，一个是中影响事态，另外一个是存立危机事态，就是高市早苗在去年10月讲的，这个集体自卫权。那集体自卫权要做什么呢？美国如果说他有出兵，他必须要做情报跟后勤的支援，这个部分。其实他可以在来做一个操作，所以呢，他现在可以做的部分大概是一个后勤资源、补给运输，还有扫雷跟护航。那甚至也可以派所谓的他们的海上警察去，海上警察去可以处理这个，因为属于灰色地带的一个处理嘛，那所以我想说，日本还是有可能会出动这个军舰的情境，还是有的。可是第一个会面临到很大的风险。不会，为什么？一旦荷姆斯海峡备受管制，就影响到它的生命安全支线嘛。它可以弄东西，为了要去，它已经直接威胁到日本的经济命脉了。它可以去这个部分。然后第二个呢，川普明确的告诉高市早苗，你就是要纳入我们同盟的行动架构，美日同盟嘛。然后第3个呢是取得国际的授权，比如联合国，大家一致决定说要这样处理。第4个，他会用航行的安全跟所谓的执法任务来配合。那因此呢，我想现在日本短期内呢来讲，可能会采取有限的介入跟这个法律的包装。
它是有限的介入，但是它要透过所谓的这个日本的新安保法来做包装，它不会直接用宪法。那当然这次也很大的一个底气，可能给高市早苗他要修宪又做一个很大的底气，因为毕竟他这是跟川普见面了，已经有别于这个去年10月27号的见面。那时候呢，他这个国会是弱势，他现在整个国会是强势了，有2/3强，所以他要对修宪有利用这个部分借力使力，来得到利用这个事件。您的意思是说，他有可能就顺势配合修宪，对不对？不是修宪，他会去争取川普同意他修宪。OK， 会争取他，因为他这次去已经预留伏笔了嘛，说这个你也知道我们现在的状况，我们这边派兵是有困难的。他利用这个先跟他讲完之后，结果他们两个去讲完了之后，我觉得很多事情，就像11月7号高市早苗台湾有事为启动集体自卫权，他已经在10月28号已经跟川普报备过了。如果川普没有同意，他就没有这个底气来做这个事。此外，他现在又夹着国内的这所谓国会的一个多数，他更有底气来希望川普来协助，利用这个波斯湾这件事情来让他有修宪的底气。了解，但是现在就是有一个状况，在这种不得不的情况之下，派遣了日本自卫队的舰艇去参与这个护航的队伍当中。那日本方面也必须要去考量，甚至是呢要去想的一件事情，有可能让日本自卫队的舰艇暴露在被攻击的风险之下。中东地区的局势到底会如何？这个伊朗会不会被美国给打了？那美国总统川普对于要不要对伊朗动手啊，这2天也看到他亲自的介入啊，暂时叫停了原定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计划。那伊朗方面呢，也在关闭领空之后呢，又重新的开放他们的领空。川普表示，因为呢，他收到了情报显示，看到伊朗的局势有降温，美国动武的理由正在减弱，而且他指出，德黑兰方面正在寻求和华盛顿谈判。美国对伊朗出手啊，其实也不是第一次了，因为呢，在去年2025年的6月，美军发动了午夜铁锤行动，当时出动了125架军机，那其中包括了有7架 B-2 隐形轰炸机，那么轰炸了3个核设施。再往前推看一件事件，就是2024年的9月。以色列的情报组织摩萨德，他们曾经渗透供应链，在黎巴嫩真主党成员的呼叫器这个 BB 扣里面植入了爆裂物，使得呢这个呼叫器同时爆炸，当时就导致至少42人死亡，3500人受伤。所以看得出来，美国跟以色列他们是有分工合作。可是现在从原本的美国、以色列扬言要共同打击，到现在局势突然缓和冷却了下来啊，这个背后的战略考量到底是出现了什么样的转变？季老师怎么看？好，首先第一个原因当然就是，如果美军要发动比较大规模的打击的话，它在中东地区目前的战力集结其实还不够，因为先前美军把战力抽调到加勒比海，所以加勒比海有12艘美军的军舰，那以至于中东地区其实目前只有3艘驱逐舰跟1艘潜舰，没有航舰打击群。所以，那在没有航舰打击区的状况之下，其实它在发动军事行动的时候，很多的弹性会受到影响。所以现在一个新的发展，当然就是大概1月14号左右传出，美国下令那个在南海的林肯号航舰打击群开始开往中东。那整个航程大概要1个礼拜，所以大概会在1月20号跟1月21号左右就位。但是呢，我觉得更重要的是，美国跟区域的其他国家，特别是土耳其、沙烏地阿拉伯，应该会利用林肯号部署的这一段时间，再去对整个情势做评估。因为最主要是在1月8号，伊朗政府的从晚上开始做血腥镇压之后，目前伊朗街头上的抗议算是暂时被压制下去。那这个就让美国还有区域其他国家对于局势，包括以色列都要重新评估。因为原本对于美国或以色列来讲，最好的状况是什么？就是因为民众的抗议，导致伊朗的统治结构里面出现所谓的窝里反。那原本他们可能最期望的就是，因为伊朗现在是神权共和国，是那掌握大权的就是宗教领袖，还有他的相关的体系。那些比较政府的机关，其实都算是执行者，然后加上正规军。我觉得，美国跟以色列原本认为最佳的剧本是，因为民众的抗议，所以军方正规军加上在行政单位的一些官员，决定联手挑战
推翻这个神权领袖。因为这样一个好处就是在推翻之后，因为军方的力量还在，所以呢，推翻神权统治之后的伊朗政府还有能力控制相关的局势。对，因为还有军事力量。对，还有军事力量，还有一些安全的力量。那在这种状况之下，他也就比较能够跟美国进行相关的谈判跟合作。对，这是最好的状况。所以老师，您提到说，特别现在就神学制政权掌权的伊朗当局、领袖当局领导当局来讲，他要怎么样去防范您刚刚提到的窝里反啊？因为避免里应外合。委内瑞拉的例子看到了哈，如果是里面如果有内奸的话，很容易就被推翻。我觉得现在状况就是1月8号，伊朗政府开始血腥镇压，那个镇压的规模感觉上是连军方都参加，所以就让所谓的窝里反的状况基本上没有发生，就代表正规军还是决定跟这个神权统治、神权领袖站在一起。是。那如果在这种状况之下，其实对美国来讲，或者对以色列来讲，最坏的状况反而变成好。如果今天在美国跟以色列对德黑兰的军事打击之下，再加上民众的抗议，德黑兰的统治突然崩溃。但这个崩溃之后，因为德黑兰没有一个有力的体系可以掌控大局，然后这些神权系统加上革命卫队，其实在伊朗各地都还有影响力，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第一个可能变成伊朗内战。那一旦内战的话，对于美国跟以色列，特别是土耳其等，他们就会担心，第一个，尤其是在伊朗周边接壤的国家，难民，因为他们都看到之前叙利亚的状况，然后大量的难民出逃，是，所以你现在会发现是说，在跟伊朗附近的卡达、沙烏地阿拉伯跟土耳其都公开表示不希望川普发动军事行动，他们就是担心，万一伊朗中央统治突然崩溃，变成内战，第一个大量的难民。那我觉得对以色列来讲，他会担心的是，如果伊朗丧失中央统治，他那些核设施会不会外流到不该流的身上？反而现在的状况，他们华府内部可能有人会认为说，现在的伊朗政府虽然还是个集权统治，但是因为他在外面的很多小弟，哈马斯、真主党都被剪除了，现在大概就是要也门的青年运动。是，那伊朗在这个状况之下，其实要再去支持青年运动的力度也降低，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那这个政权虽然是个集权，但是它最起码还能够稳定内部的局势。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说，伊朗的危机还没有完全的解除哈，而且现在全球都在关注这个中东情势后续的发展，包括了中国大陆在内。中国大陆的外长王毅啊，先前也和伊朗的外长阿拉奇彼此通过电话。那阿拉奇呢表示说，伊朗已经做好了应对外部干涉的准备，期待中方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更大的作用。王毅则表示呢，希望各方都能保持克制，透过对话来解决分歧。中方也愿意为此发挥建设性的作用。中国大陆外交部呢，还特别在官网上发布了新闻稿，指出啊，说伊朗外长呢在电话当中通报了伊朗局势最新发展，也强调最近呢在内部发生的骚乱是外部势力所煽动。现在看起来中方非常的关切，可是中方对于中东一触即发的局势啊，这个冲突随时有可能发生，目前所保持的态度是什么？大使，您觉得？这个就变这个跟王毅跟这个伊朗的外长在讲的电话里面3个重点，也就是中国大陆对于伊朗情势的3个反对。他的3个反对呢，第一个反对是反对这个他国就国际间使用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来解决国与国争端那第二个反对反对任何国家将本国意志强加于他国。第3个反对世界再重新倒回为丛林法则。那这个反对已经是蛮清楚了。你外交上大概这样子，由外长国务委员兼外长做这样子的立场，其实是对伊朗在外交上已经是非常高层级的支持了。在这个情势下。那当然，在经济上的话，中国对伊朗过去一直是很支持伊朗因为它主要的经济来源还是原油那它原油的部分的话，正因为美国单方面的制裁，那就变成它的原油的销售是有问题的。可是呢，事实上有西方媒体在前一阵子也指出来，那么伊朗大概每天它这个原油大概每天可以外销220万桶。那这是西方媒体做的报道这个要查证。
那他认为90%啊这些外销元首都是进入中国大陆。那所以基本上今天能够在国际上还购买大批伊朗原油，在经济上给予伊朗很大的经济支持，就是中国大陆，这是长期持续性的。对，那这个不会因为有危机或者没有危机会有断绝，所以伊朗对中国大陆经济已经给了，中国大陆对伊朗经济已经给了很大的支持。那军事上的话，这个就说伊朗在很多它军事的这个科技上，甚至关键装备上这些部分，那各方的报道不一。那因为伊朗在过去几年它的所谓的这种长程的中程导弹，事实上已经在实战场上证明是非常非常的先进，而且它也有超高音速导弹。可是外界就在猜这个技术从哪里来。那有人说是俄罗斯，因为俄罗斯跟伊朗只有一海之隔就是里海，直接就可以就可以大批的援助不需要西方任何的，西方没办法阻碍，连甚至监视都很难。你要看这个120万平方公里的这个伊朗的土地中间大部分都是伊朗高原，靠西边是它的这个主要人口跟经济活动地区，那边都是高山峻岭，对，高加索山好几个山，德黑兰就在那边。然后德黑兰在整个伊朗的这个国土里面，在它西北部，离海比较近，所以从战略的角度地缘政治来讲的话，应该说是俄罗斯。那么如果让伊朗落入到这个西方的势力里面它的整个里海地区都会陷入到很大的威胁，所以反而对俄罗斯的影响会，所以对俄罗斯来讲更大些。地缘政治来讲，伊朗非常的重要。那对中国大陆来讲的话，又从地缘战略来讲的话，还是非常的遥远。而中国大陆过去在中东地区有更宏观的战略，我们记得很清楚让这个什叶派的伊朗跟逊尼派的沙特在中国大陆北京进行了和解。那这个对于这个伊朗对沙特来讲都是很大的帮助。那所以就是说，中国大陆在这一次的这个所谓的跟伊朗跟美国跟以色列正面对抗中里面其实中国大陆已经给了伊朗很多的这些资源，然后尤其现在在外交上，那军事上要看未来怎么发展。那现在你可以看起来，川普已经自己找了2次台阶自己下了，那就变成就是说。美国要以军事的方式进入到伊朗的话，美国能得到什么？对，可能付出的代价什么？这是川普自己要去考量。现在就是看说大使刚刚的分析，对于中国大陆来说，其实只要石油供应不受到影响，这是最重要的那说到了石油，其实看到最近的油价的波动因为在石油这边，你现在看到中东地区的局势还是诡谲不定。战争到底是要打还是不打呢？有个石油相关的有趣现象，就是 OPEC 发布他们的月报，表示说，预期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将会增加每日是134万桶，跟今年预期的每日138万桶增幅是相当的。报告也指出呢，全球经济活动预期在2026年跟2027年都会维持强劲的表现。而另一方面呢，艾德金融投资执行董事叫文景辉，他分析说，川普已经控制了委内瑞拉，如果未来再成功控制伊朗的话，反映石油控制权就会易主失去平衡。那相信呢，其他石油国就会实施禁运或者是跟川普来想办法怎么样抗衡维护自身的利益。所以未来油价未必会跌，反而会有很大的机会再度攀升我们怎么看国际油价，还有因应现在的局势它有可能会发展的一个情形？这个国际这个石油组 OPEC 它的目前的评估正好跟 IEA 就国际能源署的评估有点不太一样。国际能源署是没有那么乐观的。那如果以这个波斯湾国家来看的话，目前的这个油价还是平稳的，没有受到这次伊朗目前的风暴影响。因为最主要是第一个，荷姆斯海峡并没有被封锁；是第二个，并没有任何的油田被炸掉；第三个，没有任何的石油生产国家宣布停产。这3个原因都没有发生所以这个风暴并没有发生。那我们过去20年，市场早就习惯了说，这个中东每次都有这个危机的疲劳症
就是说，伊朗要报复啦，美国所有的方案都放在桌子上啦，中东局势高度紧张啊。但是最后呢，如果没有发生油的断供链，就不会有什么石油大涨的这个情形，就不会受到这个因素的影响。当然，我们知道荷姆兹海峡如果被封锁的话，那当然影响很大。对，因为在石油海运它占了1/3啊，那我们亚洲市场它占了80%。所以不管是沙烏地阿拉伯啊、科威特啊、伊拉克、伊朗，对他们的影响都很大。如果一旦荷姆兹海峡被伊朗封锁的话，那确实对石油的油价会产生很大的影响。但是，诚如刚刚大使讲的，美国如果要攻打伊朗，他一定要设定好他的战略目标。你能不能拿到伊朗的石油，这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那你如果像上次去年6月你去攻打伊朗的核设施，那显然看起来目前没有完全的毁灭它所有的核设施。那如果你是目标是核设施的话，那跟石油又是2件事了。对，你能不能进驻伊朗去取得它政权，那更是非常的几率非常小。诚如刚刚杰老师讲的，伊朗是一个教士国家，它的统治非常复杂，而且这次它暴乱是因为经济问题，它官方的汇价跟民间黑市的汇价差了几10倍，所以呢通膨非常严重，老百姓生活都有问题。过去还有补助，现在连补助都没有了，所以大家都上街头去抗议。那目前这个状况，好像统治层还目前有效的控制，还没有失控。对，那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你美国要去攻打伊朗，你一定要设立好一个非常明确的战略目标。它不是像委内瑞拉，他是想把这个总统马杜罗抓走，然后呢，希望接他的人能够贯彻美国的意志，对不对？把这个委内瑞拉的石油能够归美国所能来使用。那现在伊朗能不能达到这？显然这个情况是差很多。还有很多阶段性的考量哈，因为毕竟伊朗跟委内瑞拉不可拿来做相提并论啊，这个可能更复杂的多。重点就是在于说，你控制住之后，那个 afterwards 之后的问题，你要如何来处理？可真的是千头万绪。